將軍澳藍田隧道就嚟通車啦，你又知唔知道呢條隧道嘅設計啦同埋路線呢？今日就係帶大家概括睇下將藍隧道呢項工程啦。大家好，運吉台台長啦！將軍澳隧道塞車早就唔係新鮮事啦。將隧九龍出口去到觀塘啦，咁觀塘本身日日都塞車，佢個老母日日都。咁所以咧，將軍澳藍田隧道嘅落成咧，或多或少都會有助舒緩將隧嘅車流嘅。今日我哋就睇將藍隧道嘅設計，再睇下佢帶嚟嘅好處啦。咁我哋先嚟睇一睇將藍隧道起嘅背景啦。咁將軍澳隧道就係唯一一條連接市區至將軍澳嘅收費隧道。由將軍澳出九龍市區咧嘅公有道路咧，除咗將隧咧，就只係有寶林路啦，同埋十分之遠嘅清水灣道。咁當繁忙時間嘅時候咧，將軍澳隧道嘅車流咧就要塞翻出市區，同埋塞翻入去將軍澳。咁將隧咧一早已經不勝負荷㗎啦。就算有將軍澳線分擔啊，但係而家車流量咧已經回復港鐵前嘅水平。咁2005年咧，港府就開始規劃將軍澳西岸公路。咁設計就有隧道定線啦，同埋海岸定線。咁海岸定線咧就喺海隔離就兜成個嘅照環徑山。咁隧道方案咧，最後就因為填海範圍更加少啦，同埋費用比較低咧，咁就俾人採取咗，咁就冇廣長隧道嘅直線隧道方案。咁並喺2016年尾開始動工，2020年咧就全線貫通。咁去到而家2022年7月為止咧，大概估計最早喺22年嘅年尾通車嘅。咁呢條隧道咧就由政府投資啦，並且擁有，咁全長就係2.2公里，跟住就嚟睇一睇佢嘅路線設計啦。咁將藍隧道咧就由藍田出發啦，咁入口就 set 喺呢個東隧九龍出口隔離嘅山坡位置，咁呢個就會喺一個藍田交匯處。咁詳細咧就一陣間再講啦，再分析啦咁。咁跟住就入隧道咧，就經過廣田村嘅地底，咁就轉彎向住將軍澳嘅港灣，咁或者後面可以用翻佢嘅舊名垃圾灣嚟命名呢個灣。咁因為其實英文做緊 Junk Bay， 係你知唔知將軍澳嘅原名係垃圾灣啊？咁隧道就喺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隔離個山體出嚟啦，咁位置係高架啦，咁跟住就喺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啦。咁隧道咧就喺呢個照環徑山入邊穿過向九龍方向咧，咁隧道就一條支路出，咁就去到東隧口。咁呢條隧道就係雙管雙線嘅雙程設計，即係有兩條隧道管啦，每個方向有兩條行車線啦咁。跟住咧就嚟睇一睇兩邊出口啦，就睇下藍田交匯處嘅設計先。咁藍田交匯處咧，除咗連接將藍隧道咧，仲會有另外起緊嘅中九龍幹線同埋東隧嘅車流。咁同埋就係喺茶果嶺嘅觀塘區嘅出入口，中九龍幹線去到交匯處一出隧道之後咧，就直接連接將藍隧道成為6號幹線嘅一部分啦。咁呢段咧就會有隔音蓋就冚住啦。咁另外就隔離咧就有出入口連接外界，除咗連唔到嘅東隧口之外咧，東隧出口啦、將藍隧道嘅出口啦、中九龍幹線嘅出口啦，同埋茶果嶺道都可以駛入交匯處嘅。咁交匯處出嚟咧，就有將藍隧道嘅入口啦、中九龍幹線嘅入口啦，同埋茶果嶺。咁至於冇東隧入口咧，就因為將藍隧道有支路直接去到東隧。咁中九龍幹線相信就係因為引流去觀塘繞道輸入東隧啊，或者其實有路我發現到。如果唔係咧，就應該要經茶果嶺出翻去油塘作隧道嘅設計嚟㗎啦。咁呢個交匯處除咗有呢個隔音屏咧，亦都有唔少綠化設施啦，例如斜坡啦、遠景平台咁樣。咁另一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嘅出口咧，就係呢個工程一大特色。一出將藍隧道，首先就去到交匯處啦，咁轉彎就可以直接落到調景嶺區同埋將軍澳南。咁要一直行咧，就去到日出康城啦，同埋環保大道，進入工業村同埋堆填區。成個計劃最有標誌性就係呢段跨灣連接路啦。咁呢段路咧就喺海上面嘅。咁我之前咧好耐之前啊，喺車河嘅時候咧就提過呢個工程咧好似冇個景色，一排橋墩，呢個唔係重點啊。咁有一段咧就係叫活力無限嘅拱橋就我身後呢一條。咁呢條咧就係全港跨度最大嘅鋼拱橋，亦都係第一條有單車徑啦、行人路啦同埋觀景台嘅公路橋。好，整體工程咧就介紹到呢度啦。我哋特別再加呢段睇下收費咧。咁呢條隧道一開始咧就建議用同將軍澳隧道一樣嘅收費，就係3蚊。不過而家咧就改做唔使收錢。點解呢？咁最初設計方案咧通過嘅時候就話，我哋就唔起收費站啦，咁就減少將軍澳區填海，加埋藍田交匯處冇位起啦，咁所以佢諗住將來就諗個第二方法收錢。
咁本身佢嘅計劃就係用運輸署推出嘅不停車繳費服務，即係之前中環電子道路收費嗰個系統咧咁。不過咧，你要知啊，之前中環電子道路收費系統提過，政府原本咧就諗住所有車都用呢個系統收錢㗎。不過咧，搞到而家咧乜都未搞得掂，咁所以中環電子道路收費咧，就而家都係仲會有任何計劃㗎，又加多年啦。咁所以咧又用唔到啦，咁同時又冇位起收費站啦，最後咧死蝕地氣咧就改咗，我哋唔收錢算啦，咁就唔使諗啦。咁連同張稅咧都要一齊取消收費啊咁。各位係咪以為政府唔收隧道費係為咗市民呢？其實係因為佢哋太慢啦做嘢，咁所以唯有求其作個落台階，咁求其咁樣做啫。佢喺交通理論咧，收費先可以減少車流量啊嘛。其實我係咪唔應該講穿佢啊？我係咪唔應該爆佢秘密啊？係啦，既然有新隧道咧，咁我哋理論上就嚟睇一睇呢個計劃嘅好壞處嘅。不過咧，由於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咩出市區快啲啊，唔使塞車啊，將南直接啲啊，切入破壞環境啊，嗰啲無聊嘢咧咁。最特別嘅就係茶果嶺居民話佢呢條隧道破壞佢嘅龍脈喎，咁所以我哋真係直接跳過去啦。不過有趣啲不如我哋推算一下呢條隧道嘅效益咧。首先由於中九龍幹線咧就要再晏啲先通到車，咁就係估算一下冇呢條中九龍幹線嘅情況。咁將南隧道嘅出口有3個啦，一個就直出東隧口啦，咁所以將軍澳咧經東隧過海應該會好方便嘅，咁就配合埋東區走廊咧，就應該吸引到唔少將軍澳去中環返工嘅人用，亦都可以減少經將軍澳隧道過海嘅車流。第二個出口就係中九龍幹線，咁因為就暫時冇得用啦，做整緊。咁最後咧就一個2條高速公路都唔用，就喺茶果嶺出隧道。咁由於茶果嶺出咧，咁就要去翻市區咧，就再經茶果嶺道啦。咁所以就相信冇乜車，少啲會用嘅。咁所以初期用將南隧道嘅車咧，估計都係過海車為主噶啦。咁由九龍嚟嘅車咧，應該都會用住將軍澳隧道先。咁至於另一邊嘅將軍澳出口咧，就講翻轉彎嗰邊去調景嶺。咁如果終點係迴旋處就仲好啲。但係如果係交通燈咧，就真係要諗下，可能因為交通燈信號問題，咁就塞車。咁最驚咧就係堵塞到隧道口，咁就搞到另一邊路都塞埋。咁另一邊去環保大道都係一樣啦。咁交通燈處理不當咧，都可能會導致嚴重塞車。咁喺中九龍幹線未通車之前咧，仲 OK 嘅，因為車流量應該偏低。跟住就係估計下中九龍幹線通車之後嘅情況啦。其實呢段隧道準確嚟講就唔係中九龍幹線，而係叫做 T2 主幹道同埋呢段嘅茶果嶺隧道。咁不過終點都係連接住中九龍幹線啦，佢亦都係6號公路一部分啦。我哋當翻去中九龍幹線算啦。咁入隧道之後咧，下一個出口就喺啟德啦，近九展嘅位置，跟住就下一個出口就係去到九龍西渡船角，連接西隧公路。咁所以主要車流咧都係由香港西部地區啦，同埋有部分可能九龍灣啦，仲有大老山隧道過嚟嘅車流可能會用嘅。咁不過對大老山嚟講咧，將隧要更加直接啦，咁所以車流量都係有少少難估計嘅。咁就結論嚟講咧，因為中九龍幹線係定位九龍東至新界西，咁所以就用將南隧道嘅車咧，主要都係長途車。咁由於用將軍澳隧道嘅車，大部分都由觀塘轉上去噶啦。咁基於九龍灣都有路上觀塘繞道，咁所以我估計可能最多係得3成車會改用將南隧道嘅啫。不過3成咧，應該可能都可以暫時舒緩到塞車問題啦啩。不過如果會改路嘅車少過2成咧，將軍澳隧道塞車問題可能都仲有少少難搞。畢竟將軍澳隧道個位咧同埋道路嘅連接咧，都比將南隧道都好好多下。由以上個人分析可以見到將南隧道咧喺短期內咧未必分流到太多將軍澳隧道嘅分流。咁喺通車1個月內咧，咁將軍澳隧道會有高機率打回原形。咁要完全改善到車流問題咧，就真係要等中九龍幹線即係先可以吸引到更加多車用將南隧道噶啦。咁我推測就放喺度啦。咁準唔準咧，就到時再知啦。咁我建議兩隧嘅分流與其話一條俾將北用，一條俾將南用咧，我覺得更加好就用出發點去決定行邊條隧道。咁港島區啦，同埋彌敦道以西嘅地方咧，咁就用將南隧道啦。咁新界東啦、九龍東啦，就用翻將軍澳隧道。咁另外喺大老山隧道出附近就可能放一個要幾多時間行車嘅呢個 Journey Time Indicator， 咁就方便去分流兩個隧道嘅車流。咁當然啦，喺彩虹附近放多個更加好啦。
咁另外都有人指出啊，將軍澳隧道塞車問題根本就係出於私樓太多，班友個個都用私家車代步嘅，咁就搞到將軍澳隧道成日都塞車啦咁所以咧睇嚟，除咗政府咧要起好條隧道之後咧，都要諗下點樣減少私家車，因為咧有新隧道就唔使收錢啦。大鑊啦！將軍澳第3條隧道要開始規劃啦，將軍澳要淪陷啦。我諗咧，你都係將隧道費加翻5蚊算啦，係。今集咧就到呢度啦，嗰段落啦。咁最後就想問下各位，如果你係駕駛者，由九龍區入將軍澳，你要行邊條路呢？咁假設我哋由美孚出發先啦。咁另外就有分中九龍幹線通車前同埋通車後嘅分別。A 就係將南隧道啊，喺中九龍幹線通車之前呢，就係去觀塘再入去茶果嶺。咁通車之後咧，就西隧口入中九龍幹線直去將南隧道。B 就係將軍澳隧道，一路鏟入觀塘市區老母，再入隧道。仍然設一個比較遠嘅西九龍走廊加啟德隧道方案俾你揀。咁 C 就係寶林道啊，喺彩虹咧就上順利啦、秀茂坪啦，再行馬油塘同康城花園。D 就係清水灣道，喺彩虹上順利之後行井欄樹同科大，再落翻去坑口。E 仲有咩其他方法？你咁都諗到，例如經沙田同埋西貢再落去咧，嗌自己 freestyle 留言啦嚇。咁即係可以撳個讚啦，再訂閱啦，同埋留言。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